嘿，哥们，这本男频神作简直燃到爆炸！主角一路开挂，从默默无闻到万众瞩目，那升级速度比坐火箭还快。但别急，这可不是无脑爽文，每个转折都让人拍案叫绝，智商在线，爽点秘籍。我熬夜读完，到现在还回味无穷，不看你绝对会错过1个亿。赶紧来，咱们一起征战这热血江湖！精彩小说会成册，订阅小说世界不错过，全文一播到底，别忘了按赞、留言、分享、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精彩故事现在开始。第1章女鬼有约。冯一现在慌的一批，因为他即将和一个女鬼结姻亲。看着不远处抹着腮红点着朱唇扛着轿子朝自己飘来的迎亲大队，他快吓尿了。谁来救救我？事情是怎么发展到这一步的呢？冯一陷入了沉思。一切要从他救人后被车撞死说起。被撞死后，冯一发现自己的灵魂穿越到100多年前，清末民初军阀割据这个动荡的时代。现在的他依然叫冯一，20岁，有一个自称能捉鬼驱魔的叔叔。在这个人命如草芥、生灵涂炭的年头，妖魔鬼怪貌似并不稀奇。他的叔叔似乎有点道行，很受附近的人尊敬和爱戴，让冯一很诧异，难道这个世界真的有鬼？但随后一想，自己穿越的事都发生了，还有什么不能接受的？原本他以为自己也能做一个斩妖除魔的高人，然后叔叔告诉他，他的体质有问题，学不了道法，让他颇为失落，只能在叔叔身边跟前忙后。再然后，诡异的事情发生了。一次做法之后，他们叔侄2人从庄家吃完饭喝完酒往回走的时候，一道天雷从天而降，恰好劈在了他叔叔身上。紧接着，叔叔就消失了，没有尸体，没有碎末，就这么凭空消失不见，仿佛从未出现过一般。冯一在原地等了一晚，又回家等了数日后，终于确信，他这个便宜叔叔真的不见了。但生活还得继续，他也得吃饭不是，又没有别的手艺，便重操旧业，帮人做法事、捉鬼、驱邪之类的。他哪有什么真本事，就是唬人，没想到还唬成功了几次，期间根本没见过什么鬼，便以为叔叔干的也是同样骗人的把戏。所以当隔壁村子一位有钱的富户找他帮忙捉鬼，他便拿起桃木剑，穿上道士袍，兴冲冲地跑来捉鬼了。捉鬼流程他早已烂熟于心，不会出什么幺蛾子。当他以为这次能像以往一样装模作样瞎比划一阵就能拿钱走人时，发现事情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范围。刘员外，你说你儿子被女鬼缠住要和他结姻亲，是真的？冯一看着敲锣打鼓吹着唢呐向自己走来的迎亲队伍，结结巴巴地问道。这支队伍有小厮、轿夫，个个眉清目秀，就是脸色惨白，走起路来说不出的僵硬，就像是纸扎人一般。再看他们脚下，根本不是在走，而是双脚离地飘着过来的。大师，你是在开玩笑吗？来之前我都已经跟你说过了，你现在还问我？胖胖的刘员外看到打远处过来的迎亲队伍，吓得腿直哆嗦，不停地往后退，让冯一顶在前面。来之前，刘员外告诉冯一，他们一家人为先人上坟的时候，他儿子不小心碰到了一块墓碑，将碑前的贡品都打翻了。当时他们一家吓坏了，不停地向墓碑上的女人照片道歉，连连声称自己不是故意的，连给先人的纸钱都没烧完，就早早离开了。结果当晚他儿子就发高烧，第2天醒来说自己看到了鬼，就是墓碑照片里的那个女人。女人说看上他了，要娶他，没错，女鬼说的是娶。刘员外一家听到这个消息吓坏了，活人怎么能和女鬼结亲？这不是打着灯笼照茅坑，找死吗？他们打听后说是隔壁村有个道法高深的年轻道士，便请对方前来捉鬼。这个道士自然是冯一了。冯一听到刘员外的话，心里是不信的，不就是发高烧做噩梦吗？还真以为有鬼呢。不过刘员外出手阔绰，许诺将鬼除掉后，便给冯一5两银子。现在银子不值钱，但是在清朝末年，银子可是硬通货，划算下来接近现代社会的5000块。
跳个大神就能挣5000块，冯一岂能不动心，二话不说就来了。这期间他还见过刘员外的儿子一面，白白净净的，卖相不错，就是身子虚了点，难怪会发烧做噩梦。女鬼在梦中对刘员外的儿子说了，会派迎亲队伍将他接走，让他在家中等候，末了还威胁了一句，如果敢逃跑就杀他全家。之前刘员外一家不敢轻举妄动，现在有冯一在，刘员外自然就将自己儿子送走了，现在家中只有他和冯一2个人。听到刘员外的话，冯一整个人都毛了，我特么哪知道这个世界真有鬼呀，你要是把话说清楚，打死我都不来。刘员外见冯一这么说也无语了，大师，明明是你拍着胸口说没问题的，现在又怪到我头上来了。眼看接亲队伍越来越近，冯一强笑了一声道，刘员外，实不相瞒，我道行太浅，恐怕不能帮你捉鬼了，这5两银子还给你吧。说着话，冯一从身上将银子拿出来，就准备塞到对方手里。大师，你可不能撂挑子啊，是不是嫌钱少？没关系，我再给你20两，请你一定要将这件事摆平啊。刘员外非但没有将银子收回，又掏出一张银票塞进对方手里。刘员外，这真不是钱的事。冯一都快哭了。大师，我刘家上下10多口人，你就忍心看我们命丧女鬼之手吗？快施展你的神通吧，只要你将鬼除掉，事后还有重谢。刘员外很认真地说道。我去，前后这是准备拿钱将我砸死。冯一见刘员外这么说，是真的心动，干完这一票，3、5个月不用开工，多好。问题是，这钱有命拿没命花呀，不能因为贪财把自己命搭上吧。就在冯一再一次想要将钱还给刘员外时，迎亲队伍已经来到了2人的面前。奉我家主人之命，前来将刘府之子带去和他老人家成亲，却不知人在哪里。一个有着尖细嗓子仿佛细枪的纸扎人走上前，看着刘员外和冯岩问道。冯一还没来得及说话，刘员外拿手指着他说道，诸位，这就是犬子，我们早已准备就绪，你们把他带走吧。冯一心里有10000句 MMP 想说，冲纸扎人勉强笑了笑，刚准备和刘员外理论，就发现对方嗖的一声躲到屋中，还把门给插上了。刘员外，你开门啊，会死人的。冯一欲哭无泪。纸扎人听完刘员外的话，扭动着僵硬的脖子，用没有焦距的眼睛看着冯一，阴恻恻地笑了一声道，刘公子，你这身装扮倒是有趣。冯一闻言打了个冷战，咽了口吐沫道，其实我不是刘公子，我就是个过路的，你信吗？纸扎人冷笑一声道，我们奉主人之命前来接亲，要是空手而归，你觉得会是什么下场？小子，别演戏了，跟我们走吧。既然你们不听劝告，休怪我不客气了。横竖都是死，不如赌他一把。冯一眼睛一眯，拿着桃木剑在身前一阵乱舞，大喝一声，持剑刺出。都说鬼怕桃木，说不定会有效。刘员外趴在屋里的门缝往外看，见冯一认真起来，心中大喜，好华丽的剑法，看来大师刚才确实在谦虚，这下要使出真本事了。然后他就看到冯一被纸扎人一把拽住衣领，随手一抛扔进了轿子里。当轿子摇摇晃晃地离开刘家后，刘员外壮着胆子走了出来，一阵阴风吹过，冻得他打了个哆嗦，看着掉在地上的桃木剑喃喃道，大师玩的究竟是什么套路，我怎么看不懂呢？莫非是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被丢进轿子里的冯一觉得脑袋晕乎乎的，桃木剑居然没有用，扎在纸扎人身上一点反应都没有，难道电影里都是骗人的？还有，这纸扎人的力气好大，自己好歹也有130-140斤，对方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拎起来了，这还怎么玩啊？完了，这次死定了。冯一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即将面对的女鬼实力肯定很强，自己连他的小弟都打不过，见了他直接就得歇菜。迎亲队伍走路的速度这么快，他们要把自己带到哪里？对了，刘员外那混蛋说是在坟地碰见的，女鬼肯定在那里。如果对方发现自己不是刘员外的儿子，会怎么办？把自己弄死？
还是会对自己进行一场爱情动作的教育运动。连续2世都是处男，难道第一次要被女鬼？冯一一路上都在胡思乱想，直到轿子停下来，他在轿子里不由打了个激灵，身子不受控制地哆嗦起来。主人，人已经带到。纸扎人的声音在外面响起。带他出来。一个娇媚可人的女人声音紧接着响起。女鬼的声音还挺好听的。新郎官，下轿吧。纸扎人撩起轿子的轿帘，恭敬地说道。听到纸扎人的话，冯一深深咽了口唾沫，硬着头皮走了出来，用眼角扫了一眼，这一看不打紧，眼前居然是一处豪宅。高门大院，富丽堂皇，鲜花绿叶，流水假山是应有尽有，一应俱全。难不成这女鬼还是个富贵人家的小姐？冯一壮着胆子朝坐在藤椅上的女鬼看去，眼睛直接就直了。肤白貌美，娇俏可人，身材极好，一袭红色嫁衣更显妩媚动人。他下意识地抿了抿嘴唇，心道，要是女鬼对我意图不轨，我是答应呢，还是答应呢？ PS 新书来了，喜欢颜开的请继续支持，绝对精彩好看，别忘了收藏投票票。第2章9书。冯一很快就从臆想中回过神，电影里演过，这些都是鬼制造出来的幻想，这豪华的宅子应该是一处废弃的房子。至于漂亮的女鬼，死前说不定惨成什么样，要是缺胳膊断腿，脸上满是脓包痤疮。不能再往下想了，要吐了。女鬼看着轿子里走出来一位穿着道袍的年轻人后，脸色立刻变了，斥责道，这就是我让你们带回来的刘公子？禀主人，我们到刘府的时候，就他和刘员外在，刘员外指着他说，这就是他儿子，我们只能把他带来了。为首的纸扎人心虚地说道，这点小事都办不好，养你们何用？女鬼冷哼一声，将妙目放在冯岩身上，冷笑道，没想到姓刘的还敢请救兵，我倒要看看你有何本事。听完女鬼的话，冯一立刻摆手道，误会，都是误会，我就是个路过的，跟姓刘的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女鬼大人在上，小的这就离开，您继续找那位刘公子吧。说完话，冯一壮着胆子转过身就欲离开。慢着！女鬼呵斥一声，众纸扎人立刻封锁住冯岩的所有退路。冯一心里叫苦，面色却不露分毫，转身向女王作揖道，不知女鬼大人还有何吩咐？女鬼娇笑一声，笑得花枝乱颤，身体波浪起伏。冯一明知是假的，却还是舍不得一开眼睛，谁让他一直是苦逼的单身狗。女鬼站起身飘了过来，娇嗔道，我还没跟穿道袍的人欢好过，今夜良辰美景，少侠万莫辜负。尼玛，什么意思？你这女鬼还喜欢制服？呸，冲你这话，不知道祸害过多少男人，老子还是第一次，绝对不能被你得逞。心里想的牛逼，冯一却像是被施了定身术一般，根本不敢动弹。现在女鬼笑嘻嘻，一旦自己不配合，翻脸怎么办？命只有一条，或许结局都是死，最起码死前知道女人是什么味道，也算不枉此生。反正自己是穿越来的，说不定死后还能再穿一回。冯一在心里偷偷地安慰自己。女鬼飘到冯一身边的时候，其他的纸扎人早已将位置闪开。女鬼直接搂着冯岩的脖子，坐在他的怀里嗔道，人家这样很累的，你也不抱一下人家。冯一额头上满是冷汗，抢笑了声道，对不起女鬼大人，我是第一次，没经验。女鬼眼睛一亮，打量了冯一一遍，眼波流转，里面的柔情蜜意都快将他融化，娇笑地将头贴在他的耳朵，轻声道，那你还等什么？说完话还冲他耳根吹了口气。冯一打了个激灵，感觉脑袋晕晕的，身体立刻起了反应，摇摇晃晃地抱着女鬼的娇躯就往屋里走去。就在这时，冯一听到一声暴喝道，好一个恶鬼，竟然敢明目张胆地掳掠男丁。这声暴喝将冯一唤醒，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着了女鬼的道，晃了下昏沉的脑袋，扭头看了过去，对方能识破女鬼的身份，应该是位高手。可当他看清对方长相的瞬间，表情彻底凝固，整个人愣在了原地。眼前这位长着一字眉的中年男人，他认识。
自己是看着他出演的僵尸先生系列长起来的。九叔。冯一愣了一会，结结巴巴地开口道：这位小哥，你认识我？九叔一脸诧异，还真是九叔。这下冯一彻底风中凌乱了，难道自己穿越的不是正常的清朝末年，而是穿越到电影僵尸先生的世界里了？见九叔开口，冯一僵硬地点了点头道：我听说过您。九叔还想再问，突然意识到情况不对劲，这位小兄弟怀里还抱着女鬼呢，周围还有一群纸扎人虎视眈眈，并不是聊天的时候。九叔没再开口，冯一的脑子却飞速地转了起来，既然穿越到僵尸先生的世界，那九叔这条粗腿必须得抱啊。且不说冯一当年疯狂地喜欢僵尸系列，视九叔为偶像，关键九叔道行高深，能捉鬼驱魔诛僵尸。在这样一个妖魔鬼怪僵尸横行的世界里，要想活命，没点本事根本活不下去。一个女鬼就能轻易地将他玩弄于股掌之中，碰见僵尸必死无疑。想明白这一切后，冯一立刻将怀里的女鬼丢掉，飞快地向九叔跑去，边跑边嚷道：九叔，九叔救我！女鬼没想到冯一居然敢扔自己，脸色升起一抹晕色，怒道：臭小子，敢丢我！难道你以为这个臭道士就能救你的命不成？九叔闻言抖了下一字眉，冷声道：大言不惭！说完话便捏着剑诀向女鬼斩去。死道士活腻歪了。女鬼冷笑一声，露出了本来的面目，不出冯一所料，真是脸上流脓白发青面的丑陋模样。见九叔攻来，不闪不避，将满头的白发卷成一团向九叔砸去。看到女鬼的真实面目后，冯一再也忍不住，弯着腰干呕起来，要是被这样的女人玷污，还不如直接死掉。女鬼和九叔缠斗在一起，见冯一看到自己面貌后，竟然毫不避讳地呕吐起来，大怒，一不留心被九叔刺中了手臂，痛苦地惨叫一声后喝道：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先把那小子给我宰了！一群纸扎人听到女鬼的话后，齐齐向冯毅冲了过去，吓得冯毅魂飞魄散，撒腿就跑，嘴里不停嚷道：九叔救我！九叔瞧见这一幕，心里暗暗发急，他本就是面冷心热的性子，再加上这个奇怪的年轻人见他就喊出他的名字，说不定和他有故，自然是想救他的。但是女鬼明显处于暴怒之中，出手狠辣不留情，他一时半会儿还真脱不开身，只得且打且退，想要先救冯一。冯一又岂是纸扎人的对手，没跑多远就被追上，眼看就要丧命。九叔一转手中的桃木剑，反手一掷，桃木剑便刺中了最前面的纸扎人。被刺中的纸扎人连叫声都没喊出，就化作一股青烟消失。分神的九叔一不留意，女鬼一脚踹在他的身上，他后退了2步，就听得一声惨叫。他急忙回头，看得牙眦欲裂。桃木剑并没有唬住其他纸扎人，第二个纸扎人纵身一跃，手臂直接穿透了年轻人的胸膛。第3章僵尸。痛，好痛！冯一低头看着从自己胸口穿出的那只手，脸上浮现出一抹难以言喻的苦笑。不出1个月，连续死了2回，不敢说后无来者，也算前无古人了。唯一的遗憾是见着了九叔，还没机会向他表示自己的崇拜之情，就要和对方说拜拜了。纸扎人阴笑着将手臂缩了回去，鲜血碎肉顺着冯一的胸口哗啦啦地往下淌，冯一再也扛不住，直挺挺地趴在了地上，没了气息。呵呵，以为这个臭道士能救你吗？女鬼看着冯一的尸体，得意地笑道：还不如陪我进次洞房再死呢，可惜了上好的元阳之体。九叔听到女鬼的话，面沉如水，在地上打了个滚，将桃木剑捡回手里，又探了下冯一的鼻息，自责地摇了下头，看着女鬼怒道：今日我便要替天行道。嘴硬的死道士，别着急，一会你就能陪他去了。女鬼毫不示弱地再一次冲了过来。纸扎人则是小心翼翼地看着战况，眼前这个道士道行不弱，他们贸然冲上去是自寻死路，还是等对方露出破绽再出手帮助主人吧？一时间，趴在地上的冯一是无人理睬。不料他的身体却出现了异变，
被穿破的胸口竟然缓缓地开始愈合，流淌在地上的鲜血慢慢回流进了身体。他的皮肤开始呈现出古铜色的光泽，紧闭的双眸位置开始有白光缓缓释放出来，像是一头蛰伏的凶兽即将苏醒。最后，冯一的嘴角位置有2颗锋利的獠牙渐渐渗透出了嘴唇。呼的一声，冯一以一种诡异的姿势从地上直挺挺地站了起来，僵硬地晃了晃脑袋，喃喃道：“我不是死了吗？怎么又活了？”说话很不舒服，他伸手摸了摸嘴角，居然长出了2颗獠牙。低头看了下自己的双手，原本细皮嫩肉的皮肤变得苍老紧皱，而且手指甲盖还长长了许多。这一切的改变都让他有些无所适从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咕噜一声，他的肚子发出了巨大的声响，好饿。他抬起头看着在不远处晃来晃去的纸扎人，一脸贪婪，看起来好好吃的样子。不行，肚子越来越饿了，我要吃东西。冯一的神经已经被饥饿控制，蹑手蹑脚地走到一个纸扎人的身后，张开大口，用力地咬了上去。咔嚓，2颗锋利的獠牙刺穿了纸扎人的身体，一缕鬼气从里面飞出，被他吸进了肚子里。好美味！冯一的眼睛亮了，咂咂嘴回味了下，又忘记是什么味道了。随后他又走到一个纸扎人的背后，将锋利的獠牙穿进纸扎人的身体。一连吃掉4个纸扎人，腹中的饥饿感才减缓了一些，但距离吃饱还有一段距离。他抬头看向第5个纸扎人，对方下意识地回了下头，双方四目相对。哇，这小子活了！纸扎人显然吓了一跳，嚷道：“怎么可能？”九叔和女鬼同时扭头，看到眼前的情况，惊诧不已。当九叔看到冯一嘴上的2颗獠牙后，心神狂跳，居然变成了僵尸。九叔，不用管我，弄死他。冯一冲九叔笑了下，指了指纸扎人道：“这些归我。”一个僵尸冲自己笑。九叔的一字眉剧烈地抖动起来。在他的认知里，僵尸的3魂离开了体内，有魄无魂，没了自己的意识，更无法开口人言，只会变成一个吸食人血的怪物。但眼前这位不但能说话，还有意识，甚至还记得自己是谁。不对，我连他是怎么变成僵尸的都没看到，难道刚才有僵尸出没？这变异的速度也太快了吧！眼前这一幕大大超出了九叔的认知范围。没用的东西，杀个人都不利索，把他给我杀掉。女鬼的视线受阻，并没有看到冯一的正面，只看到他的侧脸，还以为刚才没有将他彻底杀掉，再一次发出了命令。距离冯一最近的纸扎人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冯一一个虎扑窜到对方的后背，再一次露出獠牙，重重穿进他的脖颈。咔嚓一声，纸扎人变成了普通的纸人，而他体内的鬼气则被冯一笑纳了。这次九叔和女鬼都看清冯一的动作了。九叔又愣了下神，僵尸咬鬼？难道是变异品种？女鬼这次终于看清冯一的模样，皱着眉头说道：“刚才明明是个人，怎么现在变成这副鬼样子？”冯一听到后没好气地说道：“你自己什么样，心里没点数吗？还有脸说我？臭小子，你找死！”女鬼的头发唰一声散开，宛如万千细针般向冯一刺了过来。冯一见状撒腿就跑，然后在九叔愕然的眼神中瞬间跑出了数十米开外。这速度也太惊人了，罢了，先将女鬼收服再说。九叔心里嘀咕了一句，将所有的疑惑放在心底，挥动桃木剑从上而下斩过，将女鬼的头发根根斩断。女鬼后撤了半步，脸色露出凝重的神情。在刚才的打斗中，她已经发现眼前的道士有点真本事，自己不是他的对手，如果耗下去的话，死的一定是自己。他且打且退，已经在考虑逃跑的路径了。冯一停下后扭头看了眼，发现女鬼的头发没有追来，长吁了口气，随后也发现问题了，自己的速度没这么快吧，怎么跑了这么远？但经过这一轮狂奔后，他肚子的饥饿感又变得明显，见这群纸扎人朝自己冲过来后不退反进，冲着最前面的冲了过去。
为首的纸扎人见冯一冲来，停住身形，拿着手里的纸剑向他刺来。恶急眼的冯一一个拧身躲过，随即趴到对方的后背，用獠牙重重地呲了下去。好爽！咚的一声，冯一觉得后背一疼，转过头发现一个纸扎人将手里的纸刀砍在了自己的背上，脸上露出不悦的神情，毫不客气的一拳挥了过去。噗！纸扎人的脑袋立刻被敲成了粉碎，但他体内的鬼气还是被冯一给吸入了体内。冯一见状自语道，原来不用牙齿咬也可以吸收，就是差了点味道。PS 求收藏，求票票，求打赏。第4章一家子怪胎。此时冯一已经发现自己的身体出现了问题，特别饿，特别想吃东西，而他的食物就是鬼气。每吞下一股鬼气，他的饱腹感就强1分，全身暖洋洋的，不论是动作还是速度都比之前的自己快上许多，整个人变厉害了。真奇怪，或许九叔能帮我答疑解惑。冯一看着已经将女鬼逼到角落的九叔，暗暗想到，眼前还有6、7个纸扎人，将他们解决掉后再把那女鬼吃了，估计味道要更好。冯一嘿嘿一笑，再一次扑向瑟瑟发抖的纸扎人们。攻守逆转，纸扎人们看到上一个纸扎人的惨状都吓懵了。这小子刚才弱的一批，用拳头就能捅破胸口，现在呢，皮肤竟然变得如此坚硬，刀砍上去后都没能留下伤口。而且冯一开始偷偷猎杀纸扎人的时候，他们没有注意到，刚刚发生的那一幕是都看到了。这小子不但要毁掉他们的纸身，还要把鬼气吸掉，简直是不要脸呐！我们修炼了好久才开了点灵智，最后都成了你的盘中餐，这谁受得了？打又打不过，这群纸扎人不再犹豫，轰的一声四散而逃。冯一见状一愣，随后露出个不屑的笑容，想跑？老子还饿着肚子呢，让你们刚才欺负我吓唬我还打我，我必须得报仇。他的速度比纸扎人都要快，偏偏纸扎人还无心抵抗，连跑得最远的都被他追上，咔嚓一声吃掉了。满意的打了个饱嗝，吃掉这些鬼气后，总算有个6分饱了。冯一摸着肚子慢腾腾的往回走。女鬼和九叔的战斗也接近了尾声，随着九叔的认真，女鬼完全不是他的对手，身上已经受了好多伤，偏偏九叔的防守还很严密，他根本无处遁形。直到他看到冯一悠哉回来的身形，意识到纸扎人已经全军覆没，心里一慌，脚下踉跄了一步。九叔岂会放过这个机会，手中的桃木剑脱手而出，直接穿透了女鬼的身体。女鬼发出凄厉的惨叫，身体立刻萎靡下去。就在九叔想要施法将他彻底消灭时，冯一大喊一声，九叔等等。九叔思考了一下，用不解和防范的眼神看着冯一，只见对方屁颠屁颠地跑到女鬼身边，锋利的獠牙毫不犹豫地刺穿了女鬼的脖子。女鬼惨叫一声，身上的鬼气尽数被冯岩吸入体内。冯一连续打了2次饱嗝，揉着鼓起的肚子发出愉悦的声音道，彻底吃饱了。他还在回味女鬼的味道，却发现自己的脖子上多了一把桃木剑，抬起头看着九叔惊道，九叔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你已经变成了僵尸，留着你定会祸害人间。九叔一脸严肃地说道，我是僵尸？我怎么会是僵尸呢？九叔，我是活生生的人啊！冯一闻言大惊，他不是没发现自己的异常，但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变成僵尸那种可怕的东西。人？你自己看。九叔眼里闪过一丝异色，将身上的八卦镜丢在了地上。冯一不疑有他，立刻将八卦镜捡起来当镜子照，只见镜子里的他面容枯槁，双瞳呈白色，嘴角更有2颗锋利的獠牙，和电影里的僵尸一模一样。他身子摇晃了2下，不受控制地坐在地上，心底悲从中来，眼圈瞬间红了，喃喃道，我怎么会变成僵尸？九叔见此情形，心里也是不解，他刚才拿出八卦镜并不是单单让对方照镜子，八卦镜是他的法宝之一，驱邪御鬼，效果惊人。没想到的是，八卦镜居然完全没有效果，这是透着古怪，多问几句再做定夺吧。
他沉吟片刻问道，你是怎么知道我身份的？见冯一依然处于惊惶的状态下，他不由加重了声音，又问了一遍。冯一被九叔唤醒神后愣了下，张了张嘴说道，是我二叔告诉我的。你二叔是何人？九叔好奇地问道。我二叔是冯玄镜。冯岩说道。冯玄镜？九叔的脸色变得相当惊讶，追问道，可是龙虎山天师府张真人的座下高徒。冯一回忆了下，二叔喝醉酒吹牛的时候似乎提起过，点头承认道，正是。九叔您认识我二叔？岂能不认识？九叔感慨一声，说出了一段往事。昔日九叔年轻时下山历练，遇到了危险，恰好被冯玄镜所救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两人再未见过面，但这份恩情九叔一直牢记在心。冯一没想到自己的二叔和九叔还有这样的关系，心中不由一喜，但一想到自己现在的模样，又不知是喜是忧。你二叔现在身在何处？我刚才见你和普通人无异，他为何会让你前来捉鬼？冯一苦笑一声，将冯玄镜被雷击中消失不见的事缓缓说出，他也没替自己洗白，将自己见钱眼开的事一并告诉了对方。竟有此事？九叔闻言一惊，被雷击中就消失，难不成是度过了雷劫，羽化升仙？只是这种传闻他也是听说，并未亲眼目睹，不知真假。等听到冯一后面的话，他长叹一声，仗着小聪明招摇撞骗，最后变成这般模样，也是让人扼腕。但冯一的状态和普通的僵尸有大不同，如果忽略他的外形，和常人无异，而且桃木剑和八卦镜对他又没有效果，倒是怪事。他又询问了几句，见冯一表示没有被僵尸咬过，而是自行化作僵尸后，更是连连摇头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。就在这时，他脑海里灵光一闪，出声说道，冯玄镜是你二叔，那你父亲岂不是？冯一见九叔话只说了一半就顿住后，是一头雾水，说道，我自幼被二叔带大，根本不知道父母是谁，二叔也从来没提起过。反正二叔不见踪影，想来九叔也找不到他对峙，冯一就随口编了个谎话。当然他说的也是实情，他确实没见过自己的父母。九叔的一字眉又抖动了几下，脸色变得古怪，附议道，你父母本来就奇怪，你二叔又意外消失，再加上你这个变异僵尸，你们一家子都是些什么怪胎？